我有6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一对 J， 我选择加注到800。UTG 加2的玩家，打得很烂的那个玩家，他3次下注非常的快速。一个很弱的玩家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要3次下注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牌就非常的强。那我们这一对 J 绝对没有道理选择4次下注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我们这个冠军赛 TOC 的手牌讲解第2集。我们筹码量呢很快速的从原本的3万打到了6万，然后这个时候呢盲注级别呢还在200、300啊，所以我们的筹码量非常的多，我们有200个大盲啊。这手牌呢 low 价位的玩家他大约有70筹码3万，他选择加注到了700，到我在小盲位我有6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Q10 红桃。那我认为的话，在这个情况下我应该会很高频率的跟注，原因是因为呢我知道大盲位的玩家是一个很弱的玩家，他之前在枪口位另了一个90不同花，所以就是那个很弱的玩家他是大盲位，所以我希望透过更多的跟注，让他一起进来看到翻牌啊，我知道他会犯更多的错误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选择跟注，大盲位的玩家也跟注啊，非常好的状况。翻牌是10、6、2彩虹面，有一张黑桃，底池2400，我过牌。大盲位也过牌，翻牌前加注的玩家也过牌，转牌来一张黑桃3，有一个后门花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我的顶对是一个蛮明确的下注啊，原因是因为这个手牌强度来讲，对上后卫的玩家过牌，基本上他不大会有比我好的手牌。大盲位当然会跟一些很多的听牌啊，范围也很宽嘛，所以非常好。选择下注1300，大盲位的玩家跟注，然后 low 价位的玩家，翻牌前加注的玩家他也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叠牌2啊，16、2、3、2，底池6300。那我认为大盲位这个比较弱的玩家，他的手牌范围，要不然就是黑桃听牌没有中啊，我可能下注他也不会跟注。那这个玩家呢，一定会跟到所有的对子，所以我觉得他有机会是中3条2。当然，他也有一些有6的对子。我的策略，我觉得很多种都可以。我做一个小的下注也可以，我过牌也可以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。那我们这边当下我就选择过牌。那我当然也会觉得他有机会炸火，所以这个时候选择过牌之后呢，大盲位的玩家在6300的底池选择了下注一个1300。low 价位的玩家想了一下之后，他跟注。那我们这个手牌也是非常轻易的跟注。看到3家的手牌。大盲位的玩家不出所料，非常烂的牌，5-3不同花，他中了一个转牌的底对啊，牌就是一个3的对子，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low 价位的玩家他也知道大盲位的范围就很宽嘛，所以他跟注，他是1对8，他是有赢他没有错，但是没有赢我啊，我是 Q10，所以呢，我赢下了一个大约是1万的一个底池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跟这位玩家进行越拖的翻牌后，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累积筹码量，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啊，先跟大家讲是什么状况啊？第一个就是在200、400的盲注级别啊，这个时候深盲了，9人桌的 UTG 加1，我有6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一对 J， 这个时候我选择加注到800。UTG 加2的玩家，我说很弱的那个打得很烂的那位玩家。他选择了3次下注到2500，他3次下注非常的快速。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位玩家有一个平跟的策略，然后这种玩家基本上拿到很多的牌，直觉就是跟注。一个很弱的玩家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要3次下注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牌就非常的强，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加注。我觉得一对10他搞不好都会想一下，我觉得一对 J 以上的对子啊，甚至是什么 AK， 可能 AQ 我不确定会不会有，反正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范围，他绝对不可能很快的加注什么 A5 同花或者是什么8、9同花。我觉得不会。如果说我认为它预设范围是非常
常的强的话，那我们这一对 J 绝对没有道理选择4次下注。我觉得是非常的直觉，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跟注，尤其是我就说他就很弱嘛，他很弱，你当然希望打越多的翻牌或越好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选择3次下注2500的时候，我还在想我的动作的时候呢，到bottom位的玩家是一位短筹码的玩家，他全下3700，这个时候就到我。那我不管怎么样，我的预设策略就只会有跟注啊，原因就是因为我刚刚讲了，加注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就算有一个短码all in3700，我们还是只有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 UTG+2的玩家他也跟注，荷官就说，可以开牌了。当然知道不可以开牌啊，原因是因为一位短码 all in，请问一下，我们2个还要打塞帕，荷官说可以开牌了，然后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反应啦，反正我是没有开牌，他也意识到，好像不能开，荷官就出错啊，这不意外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我跟注的时候 all in 是3700嘛，那我丢了一个5000的筹码啊，这个时候他找筹码给我，他应该要找1300，但是他也找错，找1200给我，他以为我不会抓到啊，我就说，你这个少找给我，然后他说，是啊，找错了吗？啊，又找给我这样子，所以就一手牌啊，就是你知道各种出错，还是看到了翻牌啊，虽然说有点不大舒服，但是还是看到了一个翻牌，翻牌是985，底池是12100，因为一位短码嘛已经 all in 嘛没有动作，剩下我跟他，我想要过牌，原因是因为我想要看他会怎么做动作。那如果说我觉得这种玩家他应该会打得蛮诚实的，就是如果是 A 猜他就会过牌，他如果是大对子他就会下注，而且会下很大。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是这样，所以我过牌，他过牌，非常的好，我就确定他不会有大对子。转牌来一张 Q， 可以说是比较糟一点的手牌，但我觉得 A 跟 K 应该是最差的。我觉得 Q 段是次差啊，就是稍微还可以接受。这个时候呢，在我有一对 J 的情况下，因为895 turn Q 嘛，我还有一个卡顺，那我觉得过牌是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做法，所以我选择过牌。他也过牌，那合牌来一张2，这个时候我就很确定了，我的手牌一定是最好的手牌，但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跟注。底池12100，我选择了下注了一个4000是一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一些随机的 S I 或者是一对10，或者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手牌，反正就是希望透过一个小的下注，他如果弃牌的话，我觉得也无所谓。他选择弃牌，我们就摊牌了嘛，所以我开了我的一对 J， 这个时候短码 all in， 他也必须要秀牌，他是 AJ 不同花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翻牌前3次下注的那个比较弱的玩家，他说他是 AK， 然后我当然相信他啊，他说他是 AK， 他合牌就很快就弃牌了，所以我就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。各位观众，会员专属订阅影音要在 YouTube 平台上线喽！只要打开你的手机的 App， 就可以及时的看到我们的会员专属订阅影音。在付款方面呢，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啊，只要你透过你的手机，透过订阅影音付费，可以直接观看到我们的影片。如果说你对于我们影片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订阅影音到底有什么类型的影片呢？我们的订阅影音目前有4种类型的影片。第一种是直播的精华档，第二个是我在决赛桌或者是我夺冠的录影档，第3种是电脑软体分析，第4个是日常打牌的分享。我再举例，这段我在 WSOP 期间遇到的困难手牌，我会用合适的电脑软体分享给你听。进入到决赛桌或是夺冠，详尽的记录与分享遇到的特殊状况。扑克新闻个人见解，只在这边有。会员专属订阅影音，还不赶快看起来！那下一手牌呢也蛮有意思的，我觉得有几种做法。那我也跟大家讲我的想法是什么。下一手牌呢也是一个翻牌前 all in 的状况，但它比较复杂一点点。这个盲注级别呢是在300、600啊，所以又是盲了。弃牌到 COL 的玩家，他有7100的筹码量，他选择 all in 7100，大约是12个大盲。我在小盲位，我有42000的筹码量，我有 AQ 不同花，我选择了跟注。我会认为我要继续的范围都会跟注，包括 AAKK， 包括 AK， 包括 AQ， 包括88以上的对子。包括我认为对当 CO 位12个大盲正一密的范围，我都会跟注。大盲位的玩家，他有2万的筹码量，大约是33个大盲，也选择了跟注。这个时候就比较诡异一点啊，因为还要打一个边池，然后底池已经特别的大。我们3人底池短码 all in， 跟刚刚的有点像。然后又看到了一个翻牌9、7、6彩虹面，底池21900，大盲位的玩家后手只剩下13100，就是不到2/3的底池。那我认为我 AQ 在这边选择过牌好还是下注好，有很多种想法。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下注比较好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认为他能够跟注的范围就不会有10以上的对子，所以我觉得我不用太担心。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玩家会跟一些什么 AJ 啦、KQ 同花啦，甚至是一些可能是55以下的对子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注。我透过我的直接的下
下注有几种好处，第一个就是我 check 如果他 all in， 那我就想要不要扣，我觉得是第一个比较难做决定。第二个就是他如果弃牌2张高牌，那也很好。他如果弃掉一些手对，那也很好。我觉得如果我今天过牌的话，我会希望我的手牌是更明确，譬如说 AAKK 过牌啊，他 all in 我就扣了嘛，很简单。但如果说是一些 S King、S Queen 的话，我觉得自己主动的下注应该还是比好处来的多。我就直接 all in 他，因为剩13000嘛。大盲位的玩家很快的就跟住了，他是1对8，翻牌是976嘛，所以他是1对8带双头顺，转牌就开一张10，他就中顺子了，所以我就很确定的输了这个底池。那这手牌我觉得，如果说很多玩家就会想到说，那如果我在翻牌前直接 all in， 是不是他1对8有机会弃牌？我非常的同意，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，是非常的合理。但问题是在于什么？问题就在于说，如果说他1对8弃牌的话，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能够做决策的手牌其实会非常的简单比如说，可能是1对10以上的对子，他就是知道我 all in， 他要跟住。但如果说我今天透过跟住的话，我觉得他有机会犯一些错误，譬如说他可能会跟 AJ， 甚至是 all in AJ， 或者是跟一些 KQ 同花，甚至是会去做一些奇怪的举动。就假设他今天我跟住，他会 all in KQ 同花，那非常的好嘛，我可以从他身上赢到更多的筹码。我觉得我跟住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希望让他犯错当然你可以说 all in 的好处还是有，比如说他可以弃掉一些7、8、8的对子或者是这些手牌对上我的赢率可能就是不会到太差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考逻辑有很多种。但我现在做的决策就是希望是什么，在各种情况下我的经验比别人多，所以我就要让他们掉到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没有经验就有机会犯错，这是我的思考的方向所以我选择了跟住。虽然说结果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无所谓。这个时候这个荷官非常的紧张，他就喊 floor man， 然后他叫 floor 来，因为所有玩家都说发生什么事情嘛，可能是我们以为是筹码又弄错了或是干嘛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很紧张，就所有玩家都不敢动。floor 也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，然后他说什么事？他说有一个人出局了。就这样子，然后所有人都在傻眼，就是出局了，他那个 floor 就说出局来叫我干嘛？我说把这个座位牌给你，他说下次出局了你直接把座位牌放在这边就好，会有人来收，我不是小弟，不要叫我来收。荷官在叫那个楼层叫小弟一样。新来的荷官非常的不用心，让大家都非常的傻眼，但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大家都会想要帮这一些新来的荷官，至少有些人会愿意帮忙有些人就是会特别保护好自己的手牌筹码，我觉得会让整个牌局可能会更专心一点。虽然说心情不是很好，但我觉得能够打扑克还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以上就是第2集的手牌内容，那我们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更多精彩的手牌。那如果说你对于我们这一趟美国 WSOP 有任何不管是扑克或者是旅游上的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那我是小 P， 大家拜拜。